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最危险的状态，不是穷，不是闲，而是忙。忙到没有时间思考，忙到像一辆挂着档，踩着刹车的汽车，发动机轰轰作响，车子却一步都没有往前。我们从小被教育天道酬勤，被教育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，被教育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，有一种忙碌，它披着努力的外衣，里面装的全是逃避。你加班到深夜，你拍了张窗外的夜景发朋友圈，你觉得今天的自己特别值得点赞，可是你心里清楚，真正高效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不到2个小时。你打开那本又厚又不忍直视的笔记本，上面列着一整张待办清单，一项一项划掉，很有成就感。但是到了月底，你再回头看，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启动。你收藏了无数篇干货，你买了无数门课，你关注了无数个自律博主，时间越来越满，焦虑越来越重，生活却越来越空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整个时代给我们所有人挖的一个陷阱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跳了进去。今天我想请你停下来，哪怕就给我几分钟，我们一起把假装忙碌这4个字拆开，看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口一口吃掉你的。我保证，听完之后你不会变得更忙，我只想帮你变得更清醒一点。在继续深入之前，我想先请你帮人性解剖笔记点一个赞，或者把这支视频转发给那个总是忙忙碌碌却始终原地踏步的朋友。你的一个赞，也许真的会让他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个转发不是给我看的，是给那个值得被点醒的灵魂看的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为什么你越忙越废？我先说一个反直觉的答案，因为你的忙不是你自己选的，而是被系统推着走的。你打开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，你会吓一跳，平均每天7个小时以上，其中有2-3个小时给了短视频，有1个小时给了社交软件，剩下的时间被无数条推送撕成了碎片。你以为你在利用碎片时间，其实你整个人已经被碎片化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算法太懂你，是机制利用了人性的漏洞，是那些顶尖的产品经理花了无数个小时专门研究怎么让你多停留1秒，多滑动一下，多看一条。你可以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把持住自己的注意力，但是你很难在一个精心设计的交互界面里守住它。这就像你明知道老虎机是骗人的，你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按下那个按钮，因为那一下闪烁的期待已经把你牢牢锁住了。然后你把这种习惯原封不动地带进了你的工作，你一到工位就打开消息软件，所有的红点都在催你，一会儿不看就心慌，你感觉自己特别重要，整个项目离了你就转不了。可真相是，你回了100条消息，真正需要你认真回复的可能只有5条。你开了2个小时的会，真正产生结论的不超过10分钟。你在那个位置上忙得团团转，像一只在滚轮里奔跑的老鼠，轮子转得越快，你跑得越起劲，可你始终停在原地。你不是不努力，你只是用努力的快感掩盖了方向感的缺失。你努力的方向错了，你越用力，离你想要的生活就越远。这就是越忙越废的第一个秘密。方向上的错误从来不是靠加倍的努力就能纠正的，你越努力只是越快撞墙。第二个秘密更隐蔽，我们把它叫做假性自律。它有3个非常容易辨认的症状，你对照一下自己。第一个症状叫做用时长代替产出。你觉得自己很努力，理由是你每天在工位上待了10个小时，可是你算过没有，这10个小时里，真正心无旁骛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2个小时，剩下的8个小时全都消耗在切换任务、等待回复、耍走神和重新进入状态上面。你的大脑有一种机制，叫做注意力残留，就是说，当你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的时候，
你的脑子并不会马上切换过来，它还残留着上一件事的碎片。你频繁的切换，就等于频繁的让大脑带着残渣工作，效率自然低。你的身体在工位上，你的意识在云端飘。你以为你是在燃烧，其实你只是在冒烟，冒出来的全是二氧化碳，没有一点光和热。第二个症状叫做用输入代替思考。你看了很多，听了很多，收藏了很多。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学习，大脑一直在被喂食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留出时间消化。你就像一个吃撑了的人，还在拼命往嘴里塞东西。你很满足，很充实，其实你的肠胃早就罢工了。学习从来不是往脑子里塞东西，学习是把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血肉，变成你判断事物的方式，变成你做决定的依据。大多数人真正的问题，不是学得不够，而是想得太少；不是输入太少，而是消化太少。第三个症状叫做用列表代替完成。你特别喜欢列清单，列完就该把每一件事划掉，划掉的那一刻你很爽，仿佛那件事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清单上那些画着对勾的小事，有多少是真正推动你人生前进的？你是在管理任务，还是在用任务管理你自己？你把它叫做自律，它其实是一种精致的拖延。你用忙碌的小事拖延真正重要的大事，因为大事让人恐惧，小事让人舒服。写到这里，我猜已经有很多朋友心跳加速了，因为这些话根本没有给你留面子。但是没关系，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更像一个被人看穿的小孩。我想告诉你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需要为自己是今天这个样子感到羞耻。你停不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意志力薄弱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在忙的时候是不需要面对自己的，你只要跟着清单走，跟着时间表走，跟着别人的期待走，你就可以不用回答那个最扎心的问题：我是谁？我想要什么？我现在做的这些事，对我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你宁可让自己的日历被填满，也不愿意面对那种空荡荡的感觉。你的忙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热爱，不是因为渴望，而是因为恐惧。你恐惧一停下来，就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，就发现自己被人超过，就发现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忘了。所以，我会温柔地告诉你，你越忙越废，恰恰是因为你太想抓住什么东西了。你太害怕停下来之后，手里空空如也。你的努力，很多时候是你的安全毯，是你用来对抗焦虑的工具，而不是用来创造价值的工具。我想请你记住一个非常精准的词，叫做情绪性忙碌。情绪性忙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做一件事，不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，而是因为做了这件事会让你感觉好一点，会让你暂时忘掉焦虑，会让你觉得自己还在进步。比如你焦虑的时候刷手机，越刷越焦虑，越焦虑越刷，你只是在用忙碌抚平情绪，根本没有在解决问题。比如你看到身边人都在考证，你也跟着报名，你花3个月的时间拿下一张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的证书，你图的根本不是那张证，你图的是那个我也有在努力的感觉。比如你明明已经很累了，你还是不敢准时下班，因为你觉得早走的人就是不够努力。你待在工位上装模作样的敲键盘，敲的都是那些不痛不痒的邮件。你不是在努力工作，你是在表演努力工作。观众是老板，是同事，是朋友圈，最后也是你自己。你演着演着就把自己骗了。你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可是你的人生却没有因为你的努力变好一点点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从来不是比谁更忙，而是比谁能在忙的时候依然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以及为什么而干。这让我想起2000多年前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我劝你认真听，因为它讲的全是你。有一天，
一个杀牛的厨子叫庖丁，他替梁惠王宰牛，他的手所接触的地方，肩膀所倚靠的地方，脚所踩踏的地方，膝盖所顶住的地方，都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。进刀的声音没有一处不符合音乐的节拍。梁惠王看得目瞪口呆，问他：你的技术怎么能够高超到这个地步？庖丁放下刀说：我追求的是道，已经远远超过普通的技术了。我刚开始杀牛的时候，看见的是一整头牛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3年之后，我就再也看不见整头牛了，我看见的是牛身体里面的骨骼纹理。到了今天，我杀牛的时候，很少用眼睛去看，而是用精神去感觉。我顺着牛身体原有的纹理，劈开筋骨间的空隙，在骨节的空当处进刀，完全依照牛本来的结构去用刀。所以我的刀用了19年，杀了上千头牛，刀刃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锋利。那些筋骨盘结的地方，我从来不碰。那些大骨头，我为什么要用刀去硬砍呢？普通的厨子1个月换一把刀，因为他们是用刀去硬砍骨头，把刀砍卷了。好一点的厨子1年换一把刀，因为他们是用刀去割筋肉，磨损得快。而我的刀19年了，刀刃还是崭新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跟牛较劲，我顺着它本来的纹理走。梁惠王听完之后感叹道：太好了，我听了你这番话，懂得了养生的道理。你听出这个故事里的玄机了吗？他讲的是杀牛，可他说的分明是我们该怎么度过这一生。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累？因为你总是在跟世界硬碰硬，你什么项目都接，什么关系都维护，什么消息都秒回。你像一个用钝刀硬砍牛骨的厨子，每天都很用力，每天都很疲惫，然后你1个月换一把刀。你那换掉的刀是什么？是你的睡眠，是你的健康，是你对生活的热情，是你本来可以好好陪家人的时间，是你身体里那个曾经开心的自己。你一直在硬砍，却从来没有停下来看一看，那些真正让你疲惫的事情，有没有一条可以不费力的缝隙可以走？庄子在这个故事后面还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而知识是无限的。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，那你可就要废掉了。这句话写在2000多年前，是不是像在说今天刷着手机停不下来的你？你怕错过一切，你什么都想学，你什么都想做，你的时间被填满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正是这种什么都想要的心态，让你最终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们再把镜头切回今天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最难入睡的时刻，恰恰不是你最累的时候，而是你忙了一整天，脑子却还像飞轮一样转个不停的时候。你躺在黑暗里，白天的事情像弹幕一样涌过来，你开始复盘今天哪句话说错了，明天那个会到底怎么开，老板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的身体已经躺平了，你的焦虑还在加班。于是你拿起手机，一刷就是2个小时。你不是不困，你是不敢睡，因为你一旦闭上眼睛，就必须面对那个问题：今天过完了，我到底收获了什么？你回避这个问题的所有代价，都变成了深夜屏幕的光打在脸上。然后第二天，你又带着昏沉的脑袋开始新一轮的表演。你发现没有，你的一天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天，而是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战场。通勤的路上刷资讯，吃饭的时候看短视频，工作的间隙回私人消息，你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、安静的、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你像一块被揉皱的纸，上面写满了别人的期待，却写不下你自己的愿望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忙，反而越空虚。你以为是你的生活出了问题，其实是你的大脑和你的心都已经塞满到溢出来了。你活在一种叫做过度充实的贫瘠里面，你看起来什么都有，有一份忙碌的工作，有线上线下都停不下来的社交，有刷不完的资讯和看不完的课程。可你的内心是一个荒芜的停车场，
停满了别人的车，你从来没有为自己留过位置。现在你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根源，我想跟你一起把这个死结解开。我不想给你一份复杂的计划表，因为我太了解你了。计划表这种东西，你收藏了就等于做了，你买课了就等于学会了，你转发朋友圈了就等于身体力行了。我要给你的只有3个极其简单的动作，简单到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。我不需要你改变全世界，我只需要你把自己从那个滚轮上轻轻地抱下来。第一步，有个简单到几乎不可能失败的动作，我邀请你在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做。你拿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就写4个字：我在忙什么。你不需要写得很工整，不需要用思维导图，不需要分门别类，你只需要诚实，把今天那些占据你时间最多的事情一件一件写下来，然后看着这个清单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件事明天彻底消失了，我的生活会受到真正的影响吗？我请你注意，我是问你自己的生活，不是问你的老板，不是问你的客户，不是问你的同事，更不是问那个规定你还得起房贷的银行。你要用你的人生，而不是你的角色，去回答这个问题。你会发现，你的清单上有一半的事情删掉之后对生活毫无影响，有一些反而是越删越轻松。恭喜你，你已经看到了那件皇帝的新衣，看到了你所有忙碌背后的空洞。第二步，从明天开始，试着给你的时间装一条止损线。你不需要1天之内戒掉手机，那种强制戒断法只会让你在第3天晚上报复性的刷5个小时。你只需要在你最累的那个瞬间做一个小小的决定，比如晚上10点钟，你把手机关机，放在客厅充电，然后走进卧室，把一个空白而安静的夜晚还给自己。你可能会心慌，会手足无措，会忍不住反复起身想去拿手机。这种感觉和戒断反应很像，它恰恰说明你不是在清除一个坏习惯，你是在戒掉一种心理依赖，依赖那个永远在讯息里的自己，依赖那个看起来很忙的自己。你可以允许自己难受，你可以允许自己第1天只坚持半小时，第2天坚持40分钟，第3天靠近1个小时。你不需要一下子做到完美，请你一定记住这句话：自我惩罚不会让你变好，自我谅解才会。你越是苛责自己，越需要用忙碌来麻痹自己，你越接纳自己，越容易在安静里重新找回力量。第3步，从明天早上醒来的那一刻开始，请你每天只锁定一个关键目标，1个就好。你不需要列10件事的清单，你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今天只要我做完了哪一件事，我这一天就算没有白过。你找到那件事，把它写在便利贴上，贴在电脑的边角，或者写在手机壁纸最显眼的地方，然后请你为它投入一整段不被打扰的时间。那个小时里，你把手机丢进抽屉，关掉电脑上的所有弹窗，关掉消息提醒，你安安静静的只跟这一件事情待在一起。完成它之后，你再去应付那些琐碎的、紧急的别人塞给你的杂物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的一天并不会变得更糟，反而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清爽，因为你终于从配角变回了主角。这个看起来简单到不像话的动作，背后的道理却非常深。它源于我们老祖宗的智慧。老子在2000多年前说过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你抓得越少，得到的反而越多，你贪得越多，头脑反而越乱。整个商业世界都在教我们做加法，但真正的高手都在偷偷地做减法。你知道世界上那些最聪明的人是怎么做的吗？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比尔盖茨的父亲让2个年轻人各自写下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一个词，结果2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写了同一个词。聚焦。乔布斯当年重返苹果公司的时候，做的第一件事
就是把14条产品线砍成4条。他在发布会上说，专注不只是对好的事情说是，更是要对那些很好的事情说不。你想想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难道是因为懂得不够多才成功的吗？不是，恰恰是因为他们砍得足够狠。他们太明白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精力花在哪里，成就出在哪里。如果精力被切得细碎，那就只能产出细碎的平庸。再看曾国藩，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天资平平的人，他剿灭太平军，靠的从来不是奇谋巧计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不管打不打仗，第一件事就是挖沟筑墙，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这叫结硬寨，打呆仗。你看他好像没有在忙，没有每天开100个会，没有每天刷100条军报，他只是踏踏实实的把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做透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自律。自律不是把日程表填到冒烟，自律是每天只做那件核心的事，然后把那件事做到极致。剩下的，与其说是被舍弃，不如说是被保护起来，保护你宝贵的注意力，保护你珍贵的创造力。我猜到有朋友已经在心里反驳我了，你讲得太轻巧了，我也知道要做减法，可是我还不起房贷，我还有 KPI， 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这副担子我怎么敢卸下来？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，我绝对不是在劝你辞职，更不是让你躺平。躺平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我现在说的是积极的留白，是战略性的取舍。我只是想邀请你把注意力的主权，把生活的主导权从系统的算法手里一点一点地夺回来。你不用辞职，你只需要在每天下班之后给自己留出那么1个小时的缓冲地带。这1个小时里，你不是员工，不是父亲，不是母亲，不是任何人的工具，你只是你自己。你可以发呆，可以散步，可以读一本跟工作无关的书，可以跟家人好好说一会儿话，可以什么都不做。这1个小时不会让你的 KPI 变差，反而会让你第2天回到工位的时候，像一个有血肉的人一样清醒，而不是像一个被磨损的零件一样运转。我要特别对那个每天被内疚感折磨的你，多说几句掏心窝的话。你总是觉得，我休息了，别人还在努力，我是不是又要落后了？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别人在那里努力的时间，有一半是在假装努力，是情绪性忙碌，是一边摸鱼一边焦虑。而你休息的这一小段时间，是真正在为你的长期人生充电。这反而是那些假装努力的人永远得不到的礼物。人生是一场长跑，不是100米冲刺。你不需要每一步都跑得气喘吁吁，你只需要保证方向是对的，并且一直往前走。乌龟为什么能赢兔子？不是因为它跑得快，是因为它知道目的地在哪里，而且它从来不曾停下来怀疑自己。我要你做那只安静的、笃定的乌龟，而不是那只跑来跑去，最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兔子。现在，我想带你来一个最后的思想翻转。从小到大，我们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在教我们做加法，多考1分就好了，多学1个技能就好了，多认识1个人脉就好了，多挣一点钱就好了。仿佛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堆砌的过程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内在的空间是有限的，你堆了太多没用的东西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就再也进不来了。你的人生变成了一间塞满杂物的老房子，你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地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喊你，看我，理我，把我做完。这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再买一个更大的柜子，而是把那些东西扔出去。断舍离的智慧从来不只适用于你的衣柜，更适用于你的时间、你的日程、你的社交、你的大脑。扔掉那些不必要的信息，扔掉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议，扔掉那些只会带来焦虑的比较。你腾出来的空白才是创造力的来源，才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地方。庄子还有一句话，
叫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你总觉得发呆是浪费时间，可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了不起的灵感，恰恰是在洗澡的时候、散步的时候、做饭的时候、什么也不干的时候，突然冒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允许大脑闲置的时候，它才有机会整理白天塞进来的那些碎片，它才有机会建立新的连接。那些白天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，往往在你放空的瞬间，自己就跑出答案了。你总是在忙，你根本没有给大脑留出整理仓库的时间，你的灵感被埋在了一堆杂物下面，你当然找不到它。你以为你赢了时间，其实你输了生活。你以为忙就是进取，其实你的进取里藏了太多逃避。你以为休息是可耻的，其实真正可耻的是不敢面对自己的恐惧。所以今天我带给你的，不是一个让你更加努力的方法，而是一个让你活得更清醒的视角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越忙越废的状态，请你记好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不是因为你懒，不是因为你笨，不是因为你自律能力不够，是因为你活在一个把忙碌吹捧成美德的年代里，是因为有人希望你一直焦虑下去，这样你才会一直消费，一直点赞，一直转发，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力本来就是有限的。而你把最珍贵的意志力都耗在了那些不值得的事情上面。你不需要再用疲惫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我特别想请你把那句你已经听了无数遍的话重新听一遍。时间就是生命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你把每一秒钟都填满，而是告诉你，你浪费时间的方式就是你消耗生命的方式。你选择怎样度过一个普通的晚上，你就选择了怎样度过你的这几年，你选择了怎样度过你这一生。你的生命不该是一部永远快进的动作片，它也该有慢镜头，有留白，有安静的深呼吸。当你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，你就没有时间去体会自己还活着这件事了。我要给那个曾经因为忙碌而错过很多的你一个温暖的拥抱。你可能因为忙碌错过了孩子的第一次走路，错过了父母花白的头发，错过了爱人的生日，也错过了自己身体发出的一个又一个信号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已经很辛苦了。但我想请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的余生都用同一种方式度过，5年后的你会不会恨今天的你？如果会，请你从现在就开始，哪怕只改变一个小小的时间段。你不是在背叛责任，你是在重新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好了，我来把今天讲的内容用最简单的话收个尾。你越忙越废，是因为你把忙碌当成了目的，而它本应是手段。你越忙越废，是因为你一直在模仿别人的生活节奏，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心。你越忙越废，是因为你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。所以，请你从今晚开始，做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，对真正重要的事倾尽全力，对不断消耗你的事礼貌地说再见。真正的自由不是你什么都能做，而是你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不做什么。真正的自律不是你把自己逼到墙角，而是你每天都能做出那个细小但正确的选择。你不需要一步登天，你只需要从今天晚上的那4行字开始，从明天早上的那1个小时开始，从每天晚上10点的关机开始。最后，我想把一个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回答的问题留给你，也是留给我自己。请你仔细想一想，此刻你手里那件让你忙得焦头烂额的事情，3年之后还会重要吗？如果它不重要，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给它降一个优先级，把那些省下来的时间和心力交还给那个更重要的自己？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我想亲眼看看有多少人敢在这一刻对自己说一句真话。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我不需要你说什么漂亮话，你只需要诚实地告诉未来的自己，你选了什么。
我是人性解剖笔记，一个陪你深挖人性，也陪你重新夺回人生主导权的地方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支视频让你有被看见、被宽慰、被点醒的感觉，请帮我点一个赞，或者把它分享给那个一直在假装忙碌的朋友。愿你从今天开始，不再用疲惫来证明自己，而是用笃定去迎接每一个安静的早晨。我们下期见。